Hello，大家好，我是小云同学。然后今天呢，我是受我们的那个好朋友的邀请啊，来到他家里给他们全家拍一些肖像。那么趁这个机会呢，我正好是收到了伊尔福这边寄来的最新的这个卷。这个卷呢是去年哈曼推出的那个颇受争议的凤凰卷，那时候是1135版本，那现在呢它升级到了120版本。所以呢，他拿过来跟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他们即将上市的这个120版本的凤凰卷？那去年135版本的那个凤凰卷呢，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因为我这边拍的觉得还不错，但是它也非常有特点，非常有个性，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注意事项。那新的这个卷呢，配方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先拿过来做个测试。那今天拿来做测试的这台相机呢，也是我刚刚到手不久的Makina 670，Makina 670，那派宝的Makina 670呢，也是很多的朋友的最爱，因为它是一台6:7的中画幅相机，但是当我们把它的这个镜头全部收到最小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收纳是非常的小，但是分量一点都不轻啊。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镜头，是尼康为它量身定造的80毫米2.8的这个镜头。所以呢，今天我既是来测试这个哈曼的这个凤凰卷，又是来测试我这台新到手的 Makina 67的这台相机啊。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不错的效果。我们一起拍一下，然后洗出来看。OK， 我把厂商给我试用的那2个卷全部拍完了，然后拿回来就做了冲洗。我这边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体验的几个感受。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它即将上市的这个120的这个版本呢，和它去年上市的这个135的这个版本呢，它的配方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你去年如果你拍过135版本的这个凤凰卷的话，它其实它的表现在这个120版本上面没有区别啊，画质啊，或者说它的颜色、它的色彩倾向、个人风格，它没有任何区别，它只是更大了很多而已啊。相比较那个135的这个卷来说的话，那么但它毕竟是120的版本啊，所以呢，它还是我觉得从做工上面说，它已经非常完美，非常好。那个背纸啊，包括它的这个胶条啊，包括它上面还印了一个 logo 做工非常好。第二呢，它冲洗出来它也是跟135的那个版本会非常的这个类似。我用的呢还是拓海的 CC1的它的这个药水的配方。那么它的那个药水呢，我跟拓海也交流过，为什么你那个药水冲洗凤凰跟人家那个
店里洗出来的不一样，人家都有紫颜色的那个色照啊，可能因为它的这个药水的里面的某些化学成分正好把它那个紫颜色的那部分这个给冲抵掉了，所以其实它出来的是一个非常透的一个底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弄完以后呢，它是需要去做色彩校正的。当然，现在我发现做色彩校正，凤凰的这个卷呢，其实它也是比较简单，你只要在Photoshop 里面做自动的这个色相调整和自动的色调调整呢，大差不差的就能够恢复到我们觉得还算 OK 的这个地步。那我们会看到新的这个120版本的这个卷啊，它其实继承了原来135的那个卷的那个特征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粗颗粒，非常的高对比度。粗颗粒和高对比度，以及它对暖调的呈现，以及它在高光部分的这个光晕别无二致。我在拍的时候呢，那天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匆忙，然后呢，我其实也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这个景。另外呢，我也想试试看这个卷到底它的这个适用性到底怎么样。那我在室内找了一些人物和静物的这个拍摄，我在室外呢，我找的是花园有阴影的这种光线环境条件。那我顺光也拍了，逆光也拍了。那基本上我能得出的这个结论呢，其实是跟去年年底我拍135的那个卷的这个结论其实是差不多啊，就是它本来就是高对比度的一个卷，反差非常大。然后呢，你想去拍一个反差不大的这个场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还原那个你当时的那个感受的，反而是在大光比的这个环境下，你去拍一个高反差的这个卷呢，它反而是有这么一个加大或加深了这个反差的这个感觉和印象。这个卷呢，它标称是 ISO 是200啊，它还没改过来啊，因为当时我就说了，大家千万不要拿它当200去拍，它的实验室标称呢是125，我这次呢是拿它当100去拍的，但是在室内。大家看到我一些照片，其实还是有点欠，但是它因为它的反差特别大，所以就你很难确定是因为反差的关系，还是因为欠曝的关系。但我拿100来拍还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我甚至于你去拿它用64去拍都没有问题啊。我只能说就是其实大家大胆的去降感拍是没有问题，反而你拿它真的当200拍的话，你拍出来肯定是一片黑了。最后呢，我是想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卷非常有争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像炮塔这样，像 Pro 400这样万能的这个卷一定它是有很浓的这个色彩加成的，有很浓的这个风格化的这个影调的这个形象，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会骂死他然后我很意外的主要是呢，就135它过了半年，它出了这个120版本呢，它居然没有改配方。我原来以为它这个卷其实是一个实验室未完成品我觉得它还有很大的调教和升级改造的这个余地但实际上它现在并没有，它只是单纯的把它的这个面积扩大了，变成一个120的这个卷。那么到我在拍摄这支视频的时候呢，厂商并没有公布它的这个上市的这个价格。那么按照之前这个卷的这个定价来说呢，那120版本的这个凤凰卷呢，可能价格也不会很亲民所以呢这也是它被诟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大家还是就是有兴趣的或者说有余力的呢谨慎尝试我这也是厂方给了我仅有的2个卷的拍摄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因为我回来说你给我2个卷太少了，这个不够拍你想我那个 Makina 它1卷只能拍10张，2卷只有20张，所以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更多的，让我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做一个测试他说很抱歉，他现在只有这么点，所以呢我只是做一个非常粗浅的
一个尝试。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去店里他帮你洗完以后呢，是标准的流程，没有问题。然后呢，尽量的话呢，你请他给到的是这个底片正扫的一个原件。那底片正扫的原件以后完了以后，你把它放到自己的那个电脑上呢，用Photoshop 去色照和去做后期的这个校准呢，可能会比电扫的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因为店里呢，它基本上就是套一个滤镜直接扫出来了，然后也是不会帮你做后期的这个校色和校准的。所以呢，我们拿到了很多的这个黄黄绿绿的这个很奇怪的这个颜色呢，去年的时候呢，它就会引发一大堆的这个争议啊。但我个人的这个理解呢，其实你是可以有大量的这个后期校准的这个空间和余地的。店里给到的这个电扫文件其实并不是它最终的实际应该有的这个效果。当然，它实际的这个效果呢，也就那样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理智消费这就是我短暂的非常短的一个关于我们凤凰卷120版本的上手体验，给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参考。那么后续的话呢，我可能等它正式上市以后，我还会再去多拍一点看看到底这个卷它拍什么才是最棒的才是最好的它的这个用武之地，好吧。好，今天的那个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